这个临水庄一桥差不多20年了，从升庄开始。当时在升庄的时候，第一眼看到这个庄，我非常激动，因为它这两根茎干的洞势相当好，层次也很好，出枝的位置也很好，根盘根抓也相当有力度，而且两面和那口盆一样的，两面都可以看。两边都可以做观赏面。嫁接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成型，顶子啊这些丰满度还不是很够，还可能还养个2-3年，效果就出来了。我想以后买到合适的盆的话，还是把它做成水旱。我更喜欢水旱的表现形式。把石头布好，这边水面，你慢慢再来改装。咱摆放盆景的。这棵银杏桩是98年，我自己上山去挖下来的，从山上挖下来的，有银杏古桩，已经20多年了，基本成型了。基本上这个盆景园有接近200棵盆景，200棵盆景，接近200棵，并且以金大子为主，金大子为主哦。然后有些合景、银杏啊、柳叶雪啊、夏卷啊这些。都是一个我们四川特有树种。这棵文人树已培养了10来年，枝干变化比较丰富，飘枝做的。文人表现的就是高位出枝，简单，并且这棵文人的高度在1.5米左右，也是国家文人的标准。标准。我做了一根飘枝，做了2根叠枝，就表现文人在大自然那种风骨。哇，这棵已经退役化境。这棵盆景就是今年拿在昭通西南联盟联合会昭通展得了金奖的一棵单干树，老树，这个从毛坯培养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这个树的根盘我就非常喜欢，非常富有野趣。结果在大自然的石缝里头长出来，遇到石头过后，而且长不起走了，就开始变方向长。这种根盘非常有野趣，成熟度基本上够。现在我们这边做盆景呢，主要是以粗拉细剪、剪扎结合自然式盆景为主，就不是传统的规则式了。
稍微该带方向的带一下，然后开始细剪，剪出来非常自然。现在要符合大家的审美，就是要自然式盆景了，就是把大自然的一棵树、一个景观弄出在盆里头，是最好的。这棵古装一片了。这我从生长到现在也差不多20几年了，还没有脱衣，把衣裳一脱衣换季就更好看了。20多年也还没有到它最终呈现。还没最终。所以说盆景需要的沉淀的时间很太长。不断的完善。不断的改进。这些胚子都是10多20年前那个时候买的胚子下山装了，现在基本上少了。好胚子好素材，遇到一个好的素材很不容易，要自己满意的一个素材。哇，这个紫藤。这个紫藤，我手头培养也是20多年了。在以前在一个厂区头，一碰到正在建厂区，要把全部砍了甩了，砍了丢了，我抢救了3棵，这个其中1棵。这等是观花特别漂亮。明年5月份繁花似锦，紫色的花，这果架已经出来了。挂幅的话，可能有接近2米。差不多。挂幅有接近2米。哇，这紫藤太漂亮了。根耙、枝爪都已经有了。这个室内我是非常喜欢的。还得放养那个砧板，要换成水哈盆就好看了。这棵老约比较有个性，又是一个获奖作品。铜奖，在西南联合会，这是在昭通，在那探儿头。这种是一种表现形式。这上面还不够成熟。你看，这枝藻还稀疏了的。你看老约悬崖，这个装的还比较气态，成熟度不够。总共大小这一盆景可能100到200棵。成熟的可能只有1/3，但是地里头还有很多。地头胚子还多。可能还有接近1000棵。这个盆景从下山装到现在差不多15年了，基本上还不够成熟，还要2到3年可能才基本上成熟了的。这是标准的一棵
零水式、零湿式，主次比较非常分明，主干也非常老道，身上的肌肉感也非常好，动势非常好，动感。唯一不足的就是跟脚稍微差一些，所以说就用了一个异形盆来弥补这个缺憾。主干、副干、层次、空间都有，然后漂姿、叠姿都做的部分，再给2-3年成熟了就更漂亮了，成熟度更高，更好看。一个好的盆景就是一定要有动感，动感越强，才有那个神韵。基本上骨架已经出来，大开出来，现在只需要会小子了，把小子会丰满就够成熟了。现在很难遇到这样子的一个喜欢的庄了，资源已经枯竭了。这个锦囊子的体量大小是非常标准的一颗盆景，地方也占得不大，也好摆放。锦囊子现在是最佳观赏时候，你看嘛，可以推移换景观鼓。锦囊子的特点就是很鼓，绿叶红果。现在为了观鼓，就把绿叶摘掉了，观这个骨架。你看冬天就是观骨架的时候。为啥子锦囊子这几年在全网都是比较火爆的树种？确实观赏性太强了，形、叶、果，还有花的香味，都是锦囊子的一大特色。遇到一个心爱的庄，硬是要有耐心，慢慢把它培养出来，养过渡、嫁接，一步一步的完善，循序渐进。盆景就是循序渐进，一定要有耐心，有恒心。如果是没有耐心的话，就做不好盆景。一个枝条没达到理想的粗度，一般就不能动剪，达到粗度才动剪刀。这颗盆景还是自己比较满意的颗。再过2年等它成熟丰满了过后，准备拿去参加展览，让它上展台，让更多的人来欣赏到啊。